夜色在心里流淌，城市的微光，随着人与人散场，孤独的模样，来不及拥抱回放，来不及继续。我本来想着努力一把，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，就能给你想要的生活。可是我不管怎么努力，我都没办法像小曲和包总那样，我甚至在上海都站不稳脚跟。连着曾经不安的过往，血液中流回心脏，带着无法摆脱的迷茫和不堪一击的现状，不怕一个人放得下天真，那渴望翻身却不能。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来上海，我根本就没那实力，我不配，也不值得你有所期待。安全感依然如夏花绽放，倔强生存。我不同意。什么？我不同意你自说自话，我不同意你说分手就分手，我不同意。小美，王百川，是你来招惹我的，是你说你会背着我走一辈子，你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放弃我，我欺骗你嘲笑你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，我家里一团糟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，你妈妈让我们俩分手的时候你没有放弃我，现在怎么了？啊，不就是没有钱了吗？不就是公司开不下去了吗？没什么的，王百川，我也不会放弃你的，我不会。我就是不想拖累你。你说什么拖累不拖累啊？如果说拖累，应该是我拖累你。如果我不是让你买房子，如果我不是经常催你，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其实都是怪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别说了，这些都跟你没关系，都是我自己愿意的。百川，我已经31岁了，我这么大了，我分得清谁是真心谁是假意。你知道我的个性，我可以站在这儿。你知道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，我知道我们今后会面对什么，我也知道我们今后的路有多难走。我经常跟小蚯蚓他们说，一定要找个好人，不要冒险，不要去挑战生活。生活真的太艰难了，真的不应该去挑战。可是为了你，我愿意，真的，我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。我不能跟你承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俩究竟的结果是什么。可是为了你，我想试试。没有房，没有车，没有钱，我们究竟可以走多久？小美，其实我也不愿意分手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而且它的鸡胗特别新鲜，是吗？性价比特别高哎。哎，你今天在这里吗？喂，好，是我。小潘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看你的左边。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刚到，想请你吃饭，但又特怕被你拒绝，所以啊，我干脆到公司门口来堵你。吃饭的地方我约好了，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，我不接受任何方式的拒绝。
好吧。走。2杯美式咖啡，2块cheese蛋糕，最后上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对我点的菜满意吗？很好，都是我爱吃的。你很会点菜。生意人啊，没办法，这也是我基本技能之一啊。对了，说好上次要给你的礼物。啊，你别介意啊，这是我跟我女儿逛奥特莱斯，我看这双鞋特别适合你，所以就给你买了。不是说好不贵的吗？不贵啊，谁跟你说贵了？奥特莱斯买的东西能有多贵啊？都是打折买的。我知道你不轻易接受朋友的礼物，你就当这是一个好朋友的一份心意吧。这次我跟女儿在一块特别开心，谢谢你点醒我，要不然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。好吧，我收下。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不是吧？这么见外啊？不是见外，我们是朋友，所以不能收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否则我在你面前就会不自然。不过这顿饭你请，我没有意见啊。好吧，哎，不过多少钱我真的忘了，回头我问一下我女儿。这牌子的鞋子可不便宜，就算是打折，我先转给你3000吧。回头为了你女儿以后多退少补，收吧。哎呀，好吧，收，满意了。这下可以吃饭了吧？嗯，当然。我喜欢吃这家的菜，简单，没那么花里胡哨的东西，但是呢，菜品它的味道控制得特别的好。樊胜美感受到了久违的尊重，陈家康看向她的目光里有友谊和欣赏，无关容貌和打扮。她不再是酒桌茶室上点缀的女人，装饰的花瓶。她曾经挣扎着将自己物化，而现在的她，重新争取到了一个平等人的地位。她在陈家康眼里是一个朋友了，这是很多年没有的感觉。樊胜美喜欢这样一个新的自己。谢谢你啊，今天很开心。是我该谢谢你，接受我的邀请。其实吧，今天有点后悔。后悔什么？认识你认识的太轻浮了，早知道不当你的客户了。朋友难得，牵扯太多会不纯粹。别这么说啊，你这么高端的客户，我可不想轻易放弃。哎，一会儿是坐我的车呢，还是继续坐你的地铁？当然是地铁了，不要再考验我脆弱的意志了，好吗？嗯，真可惜，没有先你男朋友认识你。我这话是认真的，他很幸福。我也不知道他觉不觉得自己幸福。樊姐，你等我5分钟啊，我洗漱一下，咱俩一起走。不坐安迪的车了？安迪家好像有事儿吧，今天请假了。他们刚刚收购完，估计得休息休息。啊，肯定累惨了。也是，挣多少钱就得担多少责任。看他平时挺光鲜的，辛苦的时候也够辛苦的。樊姐，你这双鞋是新买的吗？真好看。朋友从国外带回来送我的，号码是我的码，也不能送给别人，所以只好花钱买下来了。哎，花了不少银子啊，心疼死我了。没事儿，这电视里不说嘛，女人就该对自己好点儿。你换了新工作，也涨了工资，本来就该给自己买点好东西。就你嘴甜。行了，赶紧收拾吧，抓紧时间出门了啊。好，你等我一下啊，马上。
你那朋友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至少慢慢在恢复精神。你们呢？最近怎么样？新歌刚刚上网，有几个电台已经转播了，效果还不错。最近有个音乐节，邀请我们做暖场嘉宾，就在上海。要是有空的话，可以来玩啊。好呀，我肯定会去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玩音乐的？在那之前在干嘛？上高中的时候打群架，进少管所待了10天，出来以后直接就被学校给开除了。我妈呢，本来想让我继续念，但我直接买票去了北京。怎么了？很惊讶啊？惊讶你这么坦白。跟你查获的那个朋友有关吗？也有关系，也没关系。我不想听别人说的有的没的，但我的确想再多了解一点。公平起见，你也可以问我问题，咱们一人一个问题。好啊。喜欢我什么？好玩儿。我觉得你跟别人都不太一样。你为什么组建乐队啊？喜欢崔健，喜欢窦唯，我喜欢那个年代的摇滚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我第一次听到“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”，觉得特给劲儿。那种快活，只有音乐里有。你呢？为什么做现在的工作？这个实习是我爸给我找的，这个公司也是我爸推荐的，他觉得比较能锻炼人，我也就不知不觉的一路做下来了。其实从小到大，从上学到工作，都是我爸妈给我找的。我唯一做的决定就是要离开家，不然我觉得我好像永远都不会长大。我是不是还挺没意思的？挺好的，挺像你的性格的。你一看就是一个家庭很幸福的人，不像我，从小爸妈离婚，没什么人管我。喏，公司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就是每天打电话跟客户催款，还有2笔大的，几笔小的。等到账了，公司就算正式结束了。也好，起码贷款都还清了，没有什么后顾之忧。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是先找工作还是……我还没想好。不用着急，多放松放松，等考虑清楚了再说，别再像上次那样。我想喝酒，我陪你，进来。哎呀，果真是豪门恩怨呐，跟电视剧里是一毛一样。啊，看来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，真可怕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还是当心点儿，
虽说现在包总没有迁怒于你，可是万一哪天他妈……理智是一回事儿，情感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那边都是他的父母，他不可能没有感情的。对，你说的特别对。现在包子情绪特别不好，是那种没办法安慰的那种。哎，跟父母在一起相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你问我呀？对不起啊，你的家庭也是，所以这个问题我们都没办法回答。换个话题，为什么想喝酒？怎么了？汪百川破产了。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小曲啊，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是真的不想让朋友替我担心，可是我一再的闹笑话。还好啦。其实小曲对你也挺刮目相看的。没用，人穷志短。就算是下定决心厮守，也是惴惴不安的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这2天我挺怕看见王百川的。我每次看到他，我都想问他，我说：“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？”可是我又怕听到他说怎么打算。如果他有一天做一个普通的职员，我们连孩子都不敢生，那么重新立业怎么立业啊？本钱在哪儿？方向在哪儿？他盘算了一下公司，手头上也就几十万吧，这就是全部了。这在上海，杯水车薪。如果2个人一起攒钱，一起面对，会不会就会好一点呢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但是我怕他会有压力啊。而且，我说句话不怕你笑话，决定跟他在一起生活是一回事儿，但是想到今后生活中的煎熬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真的害怕，我怕我熬着熬着就熬不下去了。你太低估你自己了。其实你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你是没有这个勇气。其实你换了新工作之后，我觉得你整个人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反而变得很有热情，很……怎么说呢？行了，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。真的，这就是我最安慰的了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重新找回了工作中的快感，这种快感跟男人在一起的快感是不一样的。总之，这样的快感会让你变得很踏实，很自在。我也是。只要我一回到工作中，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我。进工作。对了，我跟我哥嫂打过电话，我跟他们说，既然你们已经把房子的钱拿走了，那么以后爸爸的医药费就由他们来负责，我只负责生活费。以前呢，都是在为别人活，我都忘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忘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看到你们一个个活得这么精彩，我在想，我真的是应该勇敢一点，我也应该活得随心所欲一点。我真的很佩服你，把这种苦日子过得这么摇曳生姿，有滋有味儿。没办法，做人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呢。要不要给你煮碗面呢？这又是什么典故啊？TVB 的经典台词，没看？你肯定没看过。不过我建议你真的应该看一看，你知道吗？里面那些豪门恩怨的东西，你真的应该拿来学，说不定哪天你可以拿来对付包总。
怎么了你？今天这么高兴？昨天我跟谢彤交换彼此的经历了。这几天小曲一直憋着要使坏，所以我特别担心他不跟我说实话。不过他什么都跟我说了。是吗？打架、辍学，连他父母离婚他都没瞒我。那你因为这些不在意？也不是说不在意，但我更在意他的态度。我不想一个人疑神疑鬼的，我也不想听小曲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想自己去了解。好在他够坦诚，我也松了口气。看你这么开心，真好。是挺好的。终于有一个人不是因为我脾气好，不是因为我适合当个贤妻良母喜欢我，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喜欢我。这点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。当然重要了，懂你的人才配爱你。谢谢你啊，安迪姐。客气什么？